大家好，我係 Coach。喺申請大學其中一個嘅變數咧，係操縱喺申請人嘅手中嘅，亦都係話除咗學業成績以外，最能夠操縱生殺大權呢個就係入學文章啦。入學文章 admission essays 咧，有時亦都叫做 personal statement。而呢一個環節嘅特別之處就係你可以自由發揮，題材風格咁樣咧都幾乎係自選嘅，即係話你可以講述過去、現在甚至將來。咁佢可以係一個叫做 game changer 嘅。點解？因為 admission essay 唯一一個申請大學環節裏邊咧係唔計較你曾經做過啲乜嘅，係任你寫任你講，你講得到寫得到咧就有分加。冇錯啊 ，admission essay 啫係名副其實嘅大隻講。今集嘅內容介紹呢啲 admission essay 究竟係咩嚟嘅？應該點樣寫？同埋大學取錄委員會啊，究竟希望喺呢啲嘅陳述之中揾到啲咩特質先至會取錄你呢？究竟一條咁重要嘅自由發揮題啊，係有咩評分標準？喺呢度提提大家俾 like、建設性留言、社交媒體 share 並且訂閱 Coach 教育頻道，多謝支持。Admission essay 可以有好多種形式出現嘅，佢可以叫做 personal statement 或者 personal profile， 係一個個人嘅資料簡介啦。Statement of purpose 説明目的，Statement of interest 説明你嘅興趣。而大部分較為優質啊或者係具競爭性嘅大學課程咧，都會要求 admission essays 嘅。報讀研究院啦，即係 graduate school， 或者係專業性嘅學系，例如醫科啦、法律等等咧，都會要求 personal statements 嘅。admission essay 咧，其實係一個可以改變遊戲規則嘅 game changer 嚟㗎。咁今日就同你哋介紹下7個 admission essay 嘅準備步驟。第一個係文章嘅題目，第二個反思，第三探究，四係規劃同埋結構，第五係表達嘅語態，第六個人尖峰，第七校對。第一步呢，就係要研究文章嘅題目啦。喺美國佢哋叫做 essay prompt， 即係話作文嘅提示。加拿大呢，多數就會叫做 personal profile。喺英國咧就叫做 personal statement， 都係同一樣嘢嘅啫，全部都係俾你發揮自己嘅個人之處。文章嘅長度咧多數係650字，係申請入學嘅文章裏邊嚟講係屬於長文噶啦。你可以寫少過650個字，但係唔可以爭太遠啦，因為呢個係俾你發揮自己嘅機會，你唔好咁容易就流走佢啦。題目要求嘅每一個項目咧，你必須以最高嘅水平作答，冇要求嘅嘢你就唔好寫啦。Coach 已經 highlight 咗要求一啲嘅 keywords， 留意好多時候咧獎學金咧係唔需要分開申請嘅，即係話呢篇文章咧係要選出值得贏取獎學金嘅學生，所以呢650字咧係可以話值千金啊，亦都係成為你人生裏邊咧創造美好前途嘅第一個重要里程碑。喺呢個題目裏面包括4個重點，佢主要嘅目的咧就係睇下報讀學生係唔係一個 good fit。適唔適合配對到呢一間學校，即係話申請者係唔係呢一間大學要選嘅人啦。喺好多 selective school 或者係 program 咧，都會有其他短嘅文章要作答㗎。呢啲佢哋叫做 profile questions， 係比較有針對性，對你報讀嘅課程有直接嘅關係，亦都會問到你一啲個人嘅特別嘅經歷㗎。呢短題目咧可以將申請者一較高下，咁真係人比人比死人喎。所以咧係有起死回生嘅微妙效用㗎，可以將學生入學嘅機會提升或者拉低，亦都可以判斷學生係咪擁有課程所需嘅特質。喺呢個環節咧，已經唔淨係睇你嘅入學前嘅成績㗎啦。一啲 selective program 咧，甚至有4至6條咧呢啲咁嘅文章，字數限制得好緊，唔會俾你長篇大論借題發揮嘅。通常係150至到250字左右啦，甚至有時係計 characters 啊，即係話每一個英文嘅字母，而唔係計嗰個字數㗎，唔係計個 word 㗎。所以咧，你要對題同埋精簡咧係最重要啦。我哋睇下 UBC 咧4條真實嘅題目啊，佢哋咧你要捕捉佢嘅 keywords 嚟作答。咁睇咧需要係兩樣嘢嘅，係 insights 同埋 values。頭嗰兩條題目咧係睇下你嘅反思能力，你嘅 insights。第3同第4條題目咧係要申請者嘅價值觀。
咁你會好奇啦，究竟大學用咩準則啊去批核呢啲入學嘅文章呢？我哋繼續引用 UBC 公佈嘅評核標準啦。第一咧就係鼓勵同埋成就，需要學生係有重要嘅貢獻嘅。第二個係真實嘅意義啊，咁你要有趣同埋有見地咁樣嘅想法。第三個係領導才能，申請人係咪能夠真實咁反映咗佢自己嘅獨特個性呢？有冇抄襲或者請人幫佢寫啊？如果唔係申請者自己嘅手筆，肯定會露出馬腳嘅。尤其是如果係抄襲嘅話呢，收生委員會通常都會見過噶啦，甚至知道喺邊度出處添。尤其是一啲熱門嘅網站啊，如果你係 cut and paste 咁樣呢，你就會喺呢一環節呢係全軍覆沒噶啦。真正嘅名校呢係最具淘汰性嘅學科啊，佢係要選擇性格特質去測試你將來會有咩成就嘅，而唔係單單睇你過去攞到啲咩分數。所以呢，大學會以報讀學生嘅性格特質，決定佢將來嘅成就同埋對社會貢獻嘅潛力。考試嘅分數呢，只係一個學術基礎而已，缺乏重要嘅性格特質呢，喺呢個基礎上邊並唔能夠開花結果㗎。喺美國2017年呢，就有個學生因為中學嘅清潔校工為佢寫推薦信啦，而成功入讀咗著名嘅常春藤大學 Dartmouth College。呢個校工呢，就咁樣寫：呢個年青人係學校唯一知道每一個清潔校工姓名嘅人。佢會喺空嘅班房度呢，熄咗個燈。每天早上呢，就會感謝喺走廊遇到嘅校工，甚至呢冇人睇到嘅時候呢，佢都會幫手清潔嘅。校工推薦信嗰度話：呢一名學生對於學校每一個人都充滿咗令人如沐春風嘅尊重同埋敬意，唔論佢哋嘅職位、知名度或者學校裏邊嘅權力係點樣。Dartmouth College 嘅取錄主任Rebecca Sapke 啦話過，佢睇過曾經超過有3萬份咁多個申請書啦，包括前總統啦、啲名人啦，或者係奧運嘅運動員。其中大多數人呢都未能夠表達出關於申請人真實身份嘅獨特性同埋令人難忘嘅信息嘅。但係呢封簡單嘅推薦信呢，生動描繪咗學生嘅性格，係一個不可抗拒嘅特質。佢認為呢個就係 kindness 善良。第二步呢，你要進行反思，唔係話着重你做咗幾多嘢，贏到啲咩國際獎項啊、成就啊咁樣，而係你喺過去嘅經歷裏邊學到啲咩教訓呢？你體會到啲咩嘢係改變咗你嘅將來，亦即係話通過一個過程，你能夠得出嚟嘅 insights， 呢啲意義同埋影響係重要過獎項同埋勝敗㗎。你有冇一啲乜嘢嘅獨特嘅生活故事或者事件塑造咗你呢？你嘅職業目標係乜嘢？有咩能夠令你成功嘅？你有冇試過必須克服一啲不尋常嘅障礙或者困難呢？為乜嘢你比其他人更加優勝呢？第三步就係探究，你要研究下申請嗰間大學佢嘅歷史同埋理念，因為佢呢啲嘅風格影響咗佢會想收一啲點樣嘅學生。又要知道課程嘅特色，着重邊一方面嘅訓練。咁樣畢業生嘅成就同埋出路，同埋佢哋有啲咩特別嘅貢獻呢？你所讀嘅課程或者科目係準備啲乜嘢嘅職業？呢個呢好重要，就唔好靠估啦，要花時間研究清楚，就能夠令你喺文章之中言之有物。你所報讀嘅課程需要啲咩嘅技能或者性格特質呢？咩類型嘅人會喺呢一個學科上邊最出色？其實探究呢係為咗完成配對，根據以上嘅資料，檢視一下你自己嘅個人特質同埋經歷裏邊有邊一啲事例或者特質嘅問題呢係可以吻合到你以上查出嚟嘅資料。重點係你一定要舉出一啲具體嘅説明，證實你係最適合、最優良嘅學生。即係話呢個主動喺你嗰度，亦係話你要摸清楚學校要點樣特質嘅學生。跟住你就證明俾佢睇，你就係佢哋想要招收嘅人啦。你係主動完成呢個配對，喺入學文章裏邊 show 出嚟俾佢哋睇到嘅。第四步呢係要規劃同埋結構，因為要答嘅問題呢係唔可以太長同埋累贅啊，所以要更加小心計劃。3個清晰嘅部分就足夠啦，開場、中段、結尾。
咁開場咧要吸引到人哋嘅注意力啦，為整個答案係定調嘅，但係要清晰簡潔。中段係回答所有嘅問題、經驗、知識、選擇同埋判斷。結尾係要肯定確切、富有趣味性嘅，最好就能夠留翻一個勾賣個關子，令人哋對你產生好奇，想認識你。咁呢度亦都要提到個人嘅尖峰，留翻一個強烈正面嘅印象。第5步咧就係你嘅文章裏邊用到表達嘅語態啦，係避免陳腔濫調啦。具有原創性嘅獨特想法係最好。你要講一個動聽嘅故事，加入一啲戲劇性嘅元素，具體嘅經驗，清新活潑咁樣，有個性同埋閃亮嘅見解，咁先至會能夠令人難忘嘅。第6步咧就係個人嘅尖峰啦。呢個對於我哋亞洲喺儒家裏邊教導出嚟嘅人嚟講咧，係一個比較難嘅地方嘅。重點係你要研究你自己係邊個。大前提尋找一個角度或者觀點，即係話你嘅思維同埋心態。咁而個成就呢，就係對於你個人嘅意義。乜嘢係成就呢？要深入，而且唔好嘩眾取寵。例如一啲好膚淺嘅獎項啊，咁樣呢，就係冇用噶啦。你要堅持一個信念，你嘅態度令你做出重大嘅改變。咁個人尖峰咧係可以留個勾嘅，亦都係可以寫你將來嘅一啲嘅理念，你今天點樣去達到？所以總括嚟講咧，亦都需要係之前提過啦，注重過程同埋你深入思考得出嚟嘅嘢，而唔係一啲表面嘅勝利或者係見慣嘅成就嘅。第7步就係校對，咁呢點好明顯啦，係必須嘅。一絲不苟、心思慎密，check 清楚字數嘅限制，避免取材可能引起爭議嘅主題。請你一啲有智慧同埋具有外國較高學歷嘅長輩呢，係俾一啲回應你，俾佢哋睇一睇。你亦都可以試下大聲朗讀，係咪好清晰嘅思想同埋簡潔咁樣能夠表達出嚟呢？聽到呢度咧，相信咧各位都會明白啊！即使有好好嘅成績，都唔代表有最好嘅學校或者最優質嘅課程會收你嘅喎。因為國際知名嘅學校永遠都係有來自世界各地突出成績嘅學生排晒隊去報名㗎。所以好成績只係一個最低門檻。你要喺自己嘅經歷裏邊發掘同埋陳述你嘅價值觀同埋理念，亦都要解釋你點樣去達到自己追求嘅目標。而你嘅成就點樣咧，能夠會造福到人群，係一個重要嘅考慮點。所以考試成績相對嚟講咧，係一個好渺小嘅成就啫。呢個就解釋咗點解好多考試成績優良嘅學生，佢都未能夠踏足一啲一流嘅學府。呢個係真正顛覆咗有啲父母同埋老師，佢哋以為考試成績好咧，就會有美好嘅前途啦。咁咧就叫學生咧專心考好啲嗰啲公開試啦，唔好顧住發展其他嘅興趣啦。其實咁樣只係會培育出一啲完全冇競爭力嘅井底蛙。因為佢哋咧呢啲喺外國咧亦都叫做係 academic robots。今集介紹咗寫 admission essay 7個步驟同埋要注重嘅地方。申請人切記要企喺外國大學收生要求嘅角度嚟寫，並唔係從你接觸到嘅一啲老師啊或者家長佢哋一啲傳統嘅角度同埋思維嚟到寫。Coach 喺呢度再次提醒你，如果俾意見你嘅人係從來冇喺外國最優質嘅大學讀過書，即係話大約喺世界排名頭50左右嘅學校，咁你呢就要再睇多次呢條片啦。如果今集嘅內容幫到你嘅話，希望你俾 like、建設性留言、社交媒體 share，並且訂閱 Coach 教育頻道。多謝支持。